只因为女孩考了82分，她的晚饭就被母亲温柔地倒在地上。看着自己面前的食物，此时的她内心十分清楚，如果不吃的话，就会遭来更加严厉的殴打。就在她以为母亲只是因为成绩惩罚自己的时候，第二天的她却考了全班第一，兴奋地把成绩拿给自己的父亲。等待他的没有夸奖，反而是父亲暗示母亲的眼神。随着父亲下意识的回避，一个随手拿起的玻璃杯便径直地飞了过来，被碎片划破脸的杏子这才知道，他又一次的让父母失望了。98、2点も落としてるじゃない。随着屋内的遮光帘一拉，镜头一转，杏子只能再一次的跪在地上，看着面前情绪激动的母亲。早就习以为常的杏子没有丝毫反抗，只能默默地迎接着母亲洪水猛兽般的怒火。等到遍体鳞伤的她来到学校，看着自己的位置被同学乱涂乱画，此时的杏子更加难受。就在这时，老师突然赶来，表示如果有困难可以向自己倾诉。暴风骤雨过后，等到杏子再次回到家里，看着把自己锁在外面3个小时的家门，经历太多的她已经濒临崩溃。等到发泄般的扔掉所有课本后，杏子跌跌撞撞地来到路上。就在她漫无目的的闲逛时，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已经悄悄跟上了她。随着越走越远，难受的杏子来到一处荒废的教堂，回家般的扑进一张破败的床上。此时的她十分清楚，只有在这里紧绷的内心才能得以释放。等到隔天起来，已经了无牵挂的她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就在她义无反顾地朝河水走去时，昨晚的口罩男突然出现，表示与其自杀不如跟自己逃跑。还没等杏子说话，她就被口罩男带到了自己的住处。看着满墙自己的照片，从没被关心过的杏子非但没有害怕，反而是发自内心的高兴。而失踪了整晚的杏子也开始被电视台报道。看着父母声泪俱下的表演，此时的女孩更是无奈地笑了出来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口罩男注意到女孩身上的伤痕，结合自己早就偷偷暗恋杏子，此时的他决定要亲自给女孩做顿晚饭。何か食べたいものある？私が決めていいの？じゃあハンバーグと唐揚げとカレー。どうかしてるな私。あの人がどのくらいの覚悟でそう言ったのか。お兄さんの正体とかそんなことどうでもいい。点赞关注看下集。